青石板台阶浸着湘江的水痕，昭陵古街的马屎路上仍回荡着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的铁马金歌。这座始建于东汉的千年码头，曾在清初见证吴三桂叛军战船避江而下的烽烟。岸边商铺的雕花门板至今留着刀剑灼痕，晨雾中废弃的天福庙残垣爬满藤蔓，流金匾额半悬于梁，仿佛还在诉说康熙年间商贾捐资建庙的盛况。渔家木桨划开粼粼波光，老船工哼着昭陵滩头水倒流的古老号子，将明清时期日薄千帆的商贸传奇揉碎在粼粼波光里。这里保留着长江中游罕见的宋代石阶驳岸，堪称湘江流域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商贸活化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的视频主要内容是探秘一些奇峰怪石，同时也探秘一些几百上千年历史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、历史悠久的古宗祠、古宅以及名人故居等历史遗迹。视频中主要给大家讲述这些古建筑背后的传奇故事与真实事件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昭陵。听到昭陵，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不是以为是皇帝的陵寝？其实并不是，它是一条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街，叫昭陵古街。大家看到我的右手边，这就是湖南省的湘江，它贯穿了湖南省多个城市，包括长沙、衡阳。江面非常的清澈，江上的船只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。接下来我们沿着这条道路接着往下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简溪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昭陵古街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座1000年前的古街现状如何。以前这个古街是沿江而建，因水而兴。不知道1000年之后，随着水运业的没落，这个古街的发展现状不知道怎么样。现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在这条道路的岔路口，我们发现右手边好像有一口井。这里有一块龙王井的文物保护碑，现在被列为株洲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株洲人民政府2013年立的这块碑。这个龙王井位于株洲县周平乡昭陵居委会唐皇岭下。这口井砌筑于清代，是原昭陵老街最主要的饮用水井。这个水井平面呈正方形，边长为1.2米，井深有1.5米。井的四壁是用麻石砌筑，有11级台阶。最底层有砌汉白玉，井口东西立有修缮古井的功德碑。这个井水常年是清澈的，现在仍然都有人在这边使用，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这个水井还是没有干涸，说明这里面的水源还是不错，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冒水。在这个文保碑的后面，我们发现了有一块原来很古老的文保碑，但是因为现在正值仲夏，现在杂草丛生，我们也看不到这块碑上刻的文字，所以也没法拍给大家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前面的昭陵古街看一下。
看一下这个昭陵古街现状如何，它现在还保留了多少1000年前的历史文物古迹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座昭陵古街的里面来了。我镜头前的这个房子还是上世纪50、60年代的房屋建筑风格，这是一个小卖部。这种小卖部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是非常常见的，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快递业还有商场、超市的兴起，这些小卖部慢慢的就没落了。现在已经完全荒废在这里，没有人在这边居住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。这栋红砖房看起来像是工厂，以前这边是非常的繁华，哪怕是上世纪几十年代，这边都是热闹非凡。现在这个铁门也是紧锁，从这个门缝里看进去，以前是工厂，现在也是废弃了。不知道这个以前是做什么的。以前是株洲县超硬原材料厂。株洲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立的保护碑欧家码头的简介，也是在昭陵老街，也是修筑于清代。码头用红砂岩石铺成，清代时作为专用的货运码头。欧家码头是昭陵老街昔日航运繁忙和水上运输发达的重要建筑物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我们走到前面看一下，以前这个码头还是清朝建立的，也就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想想在几百年前，这里是络绎不绝的商运船只在这边装卸货物，人来人往。这样的青石码头留下了当年的船运搬运工的痕迹。你看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，这里的房屋新旧交替，建立在这个沿江边上。以前这边非常的热闹，日过千帆、夜泊万船的盛景，谁能想象现在变得如此的平静？走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街道，这些房子应该有50、60年了，看起来是没有人居住了。现在仍然有人在这边居住。小卖部。好，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这个巷子里面。新旧交替的房子在这边很常见。这个房子还是古老的木门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人居住了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里面的街道纵横交错，这里还是有人在这边经常走过。这里眼前的这栋房子是天福庙，不过应该也是废弃在这里了。这个据说是清朝康熙年间修建的庙宇。上天福庙上面的门楣上有一块石碑，上刻有这个庙宇的名字。我们看到这个门梁的青石板上刻有
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是押韵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守什么南山猛虎，然后这边是竹，它是属于对称的。对称的对联，这是手对足，南对北，海对山。非常有特色的一副对联。只不过这个庙宇也是年代太久远了，已经成为危房了，当地政府也没有去做维护和修缮。我们从这个天福庙出来，继续沿着这个巷子往前走。现在这种古老的这种房子啊，完全废弃了，墙壁上爬满了野草。你看这种竹篾编的房体，已基本上要坍塌了。继续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呢，还是自己额外再重修了现代的房子。这种老房子住上去应该还是比较凉爽。你看上面的泥巴房还是保留之前的建筑风格，在外面乘凉的老人生活在这里还是十分的惬意，鸟语花香。没有标注有多少年，长得非常的茂盛。请问您在这边生活多少年了？这棵树有100多年是吧？哦，你76岁了。哦，还有母亲呢。96岁啊。哦，那这个地方。我的干娘她呀，都是80岁死了。哦，这个祖宅是有多少年呢？80年多，我是伯父老公说是个80岁。哦，所以这个房子应该有上百把年的了。后面有没有做过一些修缮？都是防火。这个里面还是好凉爽哦，感觉走进来，这种老房子住还是可以哦。这里有一个台阶上去，我看一下。防火。看一下上面是吧？你这个房屋这里有台阶，平时每天上台阶会不会不方便呢？上台是上台是就是你是哪里人住的？你是居住在这上面。好，你看这个里面的房屋都是这种泥巴结构的。这个房子应该是冬暖夏凉，冬天居住在这边会不会比较寒冷啊？冬天的可以生火的呗。哦，冬天。夏天很凉快，冬天呢？冬天比较暖和不？冬天可以。冬天也可以，反正生活在这里还是不错。这位奶奶带我们到他们家里来参观。哦，就是这边如果涨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到楼上去是吧？哦，上面还有一个阁楼。还有池子呢。啊，请问这边经常每年都会涨洪水吗？那只存1年。哦，有一年是哪一年？你还记得吗？94年的时候涨洪水，当时涨到过这个位置，这里还有一条界限，所以当时那还得往上面去，只能逃到上面去。这个奶奶告诉我们，以前这个地方涨水，然后现在生活在这里面，夏天非常的凉爽，都不用开空调。你看我们走到这里面都不用空调，我们走到这里都感觉非常的凉爽。
一把挺浑身过来，一挺浑身的。嗯，这一把只有用一把电风扇就绰绰有余了。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，每天都要开空调，不然的话没法待。你看这个台阶还是之前的那种麻石铺砌的台阶，只是奶奶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我感觉这个台阶还是比较陡。这个房子在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她的公公婆婆68年来的，也住了好几十年了，现在70多岁。她的妈妈还在世，有96岁了。你妈妈也生活在这个昭陵吗？我妈妈在在另外街头的那边是吧？我妈妈我妻子们。妻子们以前就是好多兄弟姐妹了。好了，我们到这边去逛一下，谢谢奶奶啊。我镜头前的这个房子也是有几十上百年了，现在也是成为一栋危房了，完全没有人居住。前面是铁路，我们接着去其他地方看看。我们沿着昭陵老街的那个主干道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又走到了这个古街的主干道来。现在这边的沿街的房屋新旧交替，这些老房子稍微做一点修缮，还是有人居住。然后就是新房子，前面是开阔的江面。你像这样的房子就基本上废弃了。以前这边的吊脚楼非常的多，但是在几百年前毁于一旦了。现在走在这个昭陵老街，已经很难寻找当年历史的一些踪迹了，到处都是这种废弃的房屋。里面一座房屋也是坍塌了，旁边是重新修筑了一栋新的房屋。这栋房屋修建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叫观自在，一个茶餐厅，非常的别致。以前这个地方是码头，你看这个码头以前修筑的一个古老台阶，昭陵老码头，2013年立的碑。这个码头立在湘江边，也是建于清代，呈之字形，由麻石铺就而成的，每级石阶宽大概是1.3米，共有100余级。码头至今仍在使用。昭陵老码头见证了昭陵老街昔日商业的繁荣和湘江航运的繁忙，也是具有历史价值。我们走到这个古码头去看一下，感受当年船帮号子在这里繁忙的装卸货物。你看这个古老的石阶，凹凸不平的那个麻石板路都已经被走平了。是的。以前这里络绎不绝的商运船只在这边停靠。这个湘江这边，走在这个街上，微风徐来。大家看到这个河岸边，好多这种黑色的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售票口，清澈见底的江面，说明这边的环境生态保护的还可以，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污染。
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了。以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渔村，昭陵原本叫昭陵，是南宋时期某位诗人写诗时误将昭陵作昭陵，一直沿袭下来。现在让我镜头前的是昭陵影剧院，现在也是荒废了。我想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整个古街最热闹繁华的地方。在那个年代，当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，人们基本上都是聚集在影剧院里面看电影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现在也残缺了一角，最后的时间停留在1981年4月1日。这里现在堆了很多木材杂物，以前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铁楼梯可以到2楼去。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售票，电影票。这后面整个这一片都是这个影剧院的地基，现在完全荒废了，都堆放了一些杂物。这边应该就是以前影剧院的围墙吧？是的，整个这一片大概有几百个平米。到处青苔斑驳，长满了杂草。这栋房子年代应该有100把年了，看到是用这种很老的修筑方式，这种泥巴修筑的墙体，也完全是荒废在这里了。这里有一棵名字非常奇特的一棵树，叫做鸡爪梨。大家有认识这棵树的吗？槐枣也叫鸡爪子狗万字果，这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么奇怪的名字的树，对不对？这个树长得枝繁叶茂，所以这个古镇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它的这个树枝确实有点像鸡爪，你还别说，你看这个树干、树枝确实长有点像鸡得特别爪。的奇形怪状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昭陵古街在明代的时候，昭陵就设有驿站，后来逐渐形成了集市。在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昭陵古街整个一条街还经常会举办那种集市赶集，很多人周边的居民啊，会把家里的一些种植的菜呀，然后摆摊呐，在这边非常的热闹。我面前的是伏波庙。东汉光武帝的时期，奉命前往交趾平叛，也就是现在的越南。五代十国时呢，马晕据湖南，尊伏波将军为马援为先祖，奏请唐王李生封马援为昭陵英烈王，此地称为昭陵。后因某个诗人误将昭陵作昭陵。现在这里是门反锁了，进不去，里面就是有一些功德碑在墙上，还有一些以前这个商铺据说有3000多间，从绫罗绸缎到街边小吃琳琅满目，所以这里是非常的热闹。我们在这一面墙上发现有2块指示牌，你看这面墙都是用这种青砖石灰铺成的。以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房子，现在如今只剩一个围墙了。残垣断壁，
芳草萋萋，与旁边的新建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眼前这栋老房子也是有年代感，非常久远了，几十上百年了。这栋新修的别墅在这个地方显得非常的气派。这个昭陵老街，你看周边还有托运货物的火车时常从这边经过。这里的人生活还是特别的惬意，门前栽花种树。这几栋红砖房应该还是上世纪50、60年代那个时候的厂房，完全荒废了。以前这边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繁华。你看里面还有停放了车辆，应该是还是有人居住了。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指示牌往前面的昭陵半岛去看一下。整个村落现在是特别的安静，只有一些虫子、知了在这边不停的啼叫。前面好像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厂房，如今也废弃在这里了。就是我们刚才在另外一边看到的这个厂房嘛。是的。他这户人家的这个篱笆围墙，以前的古老的那个墙体围墙没有拆除，直接修了一个铁门。刚刚我们在另外那个门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厂房，以前是特别的热闹，现在也是完全没落了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。这边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，绿树成荫。只要有新房子不断的在这边修建，那么这条古老的街道还是会一直延续下去，人们还是在这边生活的非常的安逸。叫昭陵下街遗址，也是在2013年立的。昭陵下街遗址，这边大概有22000平方米，土质为灰黄色、灰色粘土，陶片、瓷片，器型有坛、碗罐，年代为宋元时期。昭陵下街宋元遗址面积较大，这边保存文物非常的丰富，也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。这栋房子是吊脚楼的那种木质结构，那种古老的房子。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居住，里面的一些老照片都是以前的人居住在这里，他们的祖祖辈辈。这个黄泥巴的房子，这边这样的房子基本上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这种房子就完全坍塌了。像这种房子也有40、50年了，但是现在基本上看起来是荒废在这里，没人住了。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车子，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，航运业的发展，空运
陆地运输、铁路运输，所以这样的水路运输呢，慢慢的没落了，以至于现在这个昭陵古街因水而兴的地方也随着没落了。大家出行基本上是开车为主，坐船的基本上很少了。只有在古代要托运一些大型货物，只能通过这种商船、水路运输。现在我们沿着昭陵老街一直往前面走，这边基本上是这个老街的尽头了。你看这个泥巴路还是有这么宽阔，这边绿树成荫，这是板栗树啊。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晚州岛也看到过这种板栗树嘛。因为它这个昭陵老街，它也算是一座半岛了。这里也是有遗址在这边，在下街组，面积大概有1500平方米。从地表采集到的石器和陶片，石器有镂孔石刀、硕石，陶片以泥质陶为主，可变器型有冠、钵、纺轮等。陶片纹有方格纹、弦纹等，年代为商周时期。遗址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。商周时期到现在都得有几千年了，所以说这个昭陵古街的历史还不止追溯到1000年了，应该有几千年了。我们继续接着往前走，我们发现左手边有一个类似灯塔的一个建筑，好像是新修的，重新上了漆。这上面有梯子可以爬上去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这个昭陵古街，它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半岛，这边还有经常还是有一些货运的船只从这边经过，这里修一座灯塔，在这边以作导向，现在仍然还在使用。你看前面的江边停满了货运船只，在这个树荫下面吹着风是很凉快，所以这里有很多人在这里钓鱼。我们再走到这个尽头再去看一下，这边是否还能找到其他的历史古遗迹。你看这个整个江面这边其实分支了一些支流到这个内陆里面来了，所以这里就生态环境很好，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垂钓、休闲娱乐。前面那里好像是用那种木头搭建成的。刚刚从那边的文保碑看到，这边是有一个冲天观的遗址，我想这一片应该就是那个冲天观的遗址。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岛，当时这里建一个道观在这里，然后当时周围的人从这边乘船上到这个岛上来，可能就来到这个道观来祈福参拜，所以现在这个道观因为年代非常的久远，所以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个面积还是非常的大。关于这个昭陵古街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，就是与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有关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吴三桂不满朝廷撤藩，开启三藩之乱，转战各地，生灵涂炭。几年后，吴三桂兵败，准备退回衡州，也就是现在湖南的衡阳。撤至株洲昭陵古街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已成惊弓之鸟的吴三桂，为了让大军顺利渡过昭陵滩，令人在昭陵街上放火照亮江面。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，以木料为主。这一把火趁着风势越烧越大，将昭陵街毁于一旦。吴三桂当时许诺，如果他当上皇帝，一定重新修建昭陵古街。这样的话，有谁会相信呢？
大家敢怒不敢言。结果吴三桂在衡州做了5个多月的皇帝，过了一把皇帝瘾，哪里还记得这个许诺？实际上，即使记得，已是上家之权的吴三桂也没这个机会和能力来实践诺言。走在昭陵老街上，隐约还可以找到当年繁华时的烙印。清澈的古井依然保留着多处闲置的码头，还有残破的影妓院、废弃的制冰厂，我们依然能够依稀看到、感受到当年这个昭陵古街的昔日的繁华与热闹。在这里就是昭陵古街的尽头了。我们面前这棵板栗树已经有100-200年的历史了。虽然历史年代非常久远，但是这棵板栗树上依旧硕果累累，长得枝繁叶茂。今天我们参观完了整个昭陵古街，漫步于昭陵古街，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。在这里，麻石街面上沉淀着明清商帮的足迹，斑驳的吊脚楼木纹藏着船工号子的回响。在这里，每块砖都像是在讲述活着的历史的朴素感。这里没有刻意营造浓厚的商业感，而是流动在湘江风中的生活本身。本期视频关于昭陵古街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